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阿 G 的朱斌，主讲经典课程。然后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6款基本型其中的一个基本型，均等层次，也是很多人去了解的，叫做圆形去除。这种技术呢，对于训练我们的手位了解头型头骨是非常重要的必备技术之一。然后这种层次在运用当中，几乎很多发型都会用得到。可能会把它用到某个地方去角啊、收紧头型头骨啊等等等等，所以我们先把单一的形状去练好，然后实际上在运用当中呢，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的可能性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去操作。我们看一下分区，分区呢非常简单，头旋的位置到我们的耳后，先前后分开，然后先把中间的这个区分出来，在我们眉尾眼角的位置，先从中间开始去裁剪。然后裁剪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横向发片去完成。然后接下来去看一下，我先去设定一个长度，在我们头旋的地方，可以拿你的这个梳子啊去做一个对比，一个梳子少一个指位这种距离。当然，实际练习在操作的时候，剪多少是看个人需求。然后每一片发片不要超过一个梳子的宽度，先横向划分。分线一定要干净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一个发片切口是完全跟随我们头型头骨的，剪完呢全头长度的是等长，然后从侧区去看，我们需要做到的是这个发片前后的靠位，保证接下来的每一片在发片提升的时候呢，都在发片中心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向前了，那就意味着前面剪短了；如果向后面了呢，剪完后短前长。所以我们要保证每一片发片中心的位置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去裁剪，看一下发根入梳，侧头去看一下发片中心的位置，然后呢提拉起来，手指一定要呈圆弧状，这个叫做外夹剪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都是用外夹剪去完成。然后呢向上去提拉，先从中间开始去裁剪，基本可以分3刀，手指呈圆弧状。剪完之后，正常右手拿刀的人剪头发一定是中间剪完再去剪我的左边，这样是顺手的。然后最后呢再去剪右边啊，这个流程你要有一个习惯。发根入梳，然后第2刀的时候，这个发片要向旁边去移动，找到每一片头发与头皮的90度，手指呈圆弧状，继续呈圆弧状。好，另一边相同，找到头皮的90度，圆弧状。好，最终我们整体提拉起来呢，它一定是一个圆弧形。然后这个圆弧形是取决于你头型头骨的一个状态。如果说你手指弯曲，你太弯了，那这个时候也不对。如果说你不知道弯到什么程度，你自己在剪的时候可以把你这2根手指放在我们头骨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种弯曲程度一定是最吻合头型头骨的，就完成。好，我们剪过之后呢，分一半作为下一片的引导，然后以此类推。每一片发片呢，不要分超过一个梳子的宽度，再继续发根入梳，然后找到每一片头发与头型90度，靠位呢是发片中心的地方，还是一样，中间去下刀，看一下，边剪边跟随头型移动，找到与头皮的90度，另一侧相同，手指一直呈圆弧状，再继续下一片，全部横向划分，每一片宽度要一致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再继续，跟随头型，每一步的动作也要一致。发根入梳，继续。好，还是一样，取一半为引导。
但这种均等层次呢，在我们头顶运用的是最多的。很多在剪完发型之后呢，我们都需要在头顶去去角。那去角的时候呢，就会运用到这种层次。如果说你在这种练习细节，包括控制力方面都有问题，你控制不好它的这个层次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很头疼。因为这种技术，在我看来理解起来不会很难，重要的呢是你要去多加的练习。再继续取一半为引导，然后呢到我们前侧，找到头皮的90度，再继续提拉出来。每次梳发片呢都是从发根入梳，一步直接梳好。可能视频前的小伙伴看的这些非常的简单轻松，当然这个呢都可以做到，但是要来自不断的练习，非常关键。包括横向裁剪，接下来呢我们纵向去检查，提拉出来整体去看一下，它一定是一个圆弧形状，一定要非常的清晰，圆弧形状。头型头骨是什么样的，剪完它的切口面就是什么样的，圆弧形。接下来呢我们均等，所谓的长度就是等长，我们从第一片去检查一下它的切口面，看一下一个梳子少一个指位，然后再到最后一根去检查一下，一个梳子少一个指位。所以这样剪完之后，那我们就已经确定好了，第一根跟最后一根它的长度是一样，那也就意味着每一根长度其实都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去延伸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从侧区去开始裁剪。侧区呢，我们在剪是它的右边先去完成，因为你剪左右，其实你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在剪无论是上边还是侧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随时去调整头位，方便我们去裁剪。当然，为了视频前的小伙伴看得更加清晰呢，我不去调整它的头位，一直保持直立状态。好，看一下，继续向下，手指成圆弧状，在转角的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容易放长的，所以我们要确定好，一个梳子少一个指位，再继续。练习这些基本型。在你的控制方面，其实就是产生一个肌肉记忆，但是呢，其中细节有非常非常多。不要老看每一刀剪的有多齐，而是要看你比如说梳发片呀、分线呀等等的这些细节去完成。再继续，手指呢跟随头型头骨去延伸。还是一样，要保持每一片的头发与头骨成90度。再继续，不要做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。在剪的时候呢，比如说这一片我剪完了，我要剪下一片，自然而然看一下，用梳子梳掉一半，另一半放开，然后再继续重复同样的动作，让你身体产生记忆。继续，自始至终我的这个头位都没有去动啊。我说了，实际上去操作的时候，你调整头位其实更方便你去裁剪。再继续，每一次剪之前呢，都要侧头去看一下发片头型上发片的靠位，一定每一片发片提拉的时候都要在中心的位置，不要向前偏移，也不要向后偏移。我们的目的是跟随头型，剪完之后头型是什么样的，那你结果就是什么样的。继续，最后一片，多余的剪掉，看一下下边有没有需要去裁剪的。好，那这一侧呢我们就完成，裁剪起来呢是非常快的，但这个更多是练习我们的身体。再继续另一侧，剪另一侧的时候，我会调整我的站位。如果我还在站在后边去剪，那我需要向下压。向下压的时候，这个是不便于我们身体去完成。所以呢，我会站在它的前侧面，然后同样的横向分发片，以中心部分为引导，看一下提拉，找到发片的90度。转角位是非常容易放长的。看一下，如果放长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再去
调整，这个是极为关键的。每一片都差一点点，那你剪完之后差的就非常的多。那取一半为引导，另一半放掉，再继续。好，逐渐向下。你身体向下去压低角度的时候，其实是顺的。如果说你还站在后面去剪，那这个就非常的困难。检查一下，一个梳子少一个指位，就可以一半为引导，然后呢再分一半。宽齿分完之后，密齿梳，发片中心的地方，这个时候提拉起来，你的后边有引导，上面也有引导，所以只要你注意几个细节，其实是完全能控制好的。继续。多余的剪掉，好，再继续向下去延伸。刚开始去练的时候呢，不建议大家太过于速度快，那这种东西呢，来源于不断的熟能生巧。当我去剪它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不会太费力的，我不需要考虑我这个到底能不能剪齐，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可以把它剪好的，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一些记忆了。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比如说我在提拉这个角度啊、找引导啊、梳理啊，我不需要花太多的力，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。好，那这一侧呢也就前区裁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去裁剪后区。前区我们用的全部是横向的发片，后区呢我们采用1点放射。头型头骨包括后边这个毛流是分散开长的，可以更好的帮我们去分配。看好头圈的地方呢1点放射，然后以前区剪过的一些为引导，然后每一片发片呢找到与头平的90度，每一片发片不要向前也不要靠后，找到中心的地方就好。提拉出来，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引导线啊。1点放射分份儿的话，每一片发片呈三角形状上窄下宽。以前区剪过的为引导，继续。只要你能看见你的引导线，然后确定你发片的靠位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就不需要太担心我到底能不能剪得齐，把细节做到位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啊。剪完之后相同，取一半剪过的为引导，然后再继续1点放射去延伸，把不需要裁剪的地方呢梳理好，这些全部是细节。这些细节做得好，你剪头发不会乱，不然有的时候剪着剪着人会懵掉的。为什么会懵掉？难道你不会剪了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是来源于你每个细节做得不到位，把所有的重心全部放在这个切口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。看一下，从始至终呢，我的手指一直是圆弧形状，切口在手指外面，这个称之为外夹剪；切口在手指里面，称之为内夹剪。外夹剪在剪一些头顶的地方，包括一些长发是非常好用的，但是呢，你也要有控制力，因为外夹剪它是容易把发片左右去偏移的。好，再继续，最后一刀，好，然后呢，1点放射，再继续去完成它。每次剪过之后呢，取一半为引导，再继续分一半。宽齿分线，密齿梳，发片要梳通透，再继续。剪的时候手指一直跟随着头型去完成，再继续。当然，在剪底区的时候，如果你裁剪起来很困难，那我们可以把它头向前去低。但是因为这个是单一的刺，所以我不希望有太多的一些东西去扰乱各位的这种视线，这样呢，能更好的达到一个吸收的一个效果。好，取一半，另一半放下去。我会发现，其实我剪每一刀的动作全部都是一致的，全部都一致，那我剪起来头发呢就会非常的清晰。再继续，
由高到低，好，取一半为引导。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剪过中心线了。在剪到另一侧的时候，你要考虑到你剪完之后能不能与另一侧去做好衔接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继续，发根入梳。后续头发虽然多，但是你不要为了贪刀或者说快点剪而把发片分得很不均匀，那也不行的。再继续把剪过的地方，不管它，始终围绕着一点放射啊，那一个点永远在头旋的这个地方。其实，在剪的时候，我人是不断去移动的，因为你要跟随头型去走。如果你身体不去移动，那会剪出来之后会有很大很大的偏差。因为你身体决定了你发片靠位的一个位置。比如说我要是站在前面去剪，那这个发片肯定向前去提拉，好，这样的一个原理。练习基本型呢，很多东西看似简单，实则如果你没练过，那平时在运用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想不到这些细节。一说呢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你想一下，实际在操作的时候，其实是想不到这些问题的。那我们练习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能把它刻在脑子里，印在身体上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再继续，再继续向下去延伸，好，马上跟侧区去衔接了。拉起来，看见我们的引导线。那这个时候，细心的小伙伴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我是已经围着头走了一圈。裁剪的时候呢，你要不断的去移动，方便我们更好的控制，从而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整体其实是一个流程。拉起来，看一下啊，刚好跟侧区衔接上。那这个时候，其实如果你衔接不上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如果说提拉起来发现前面长了或者短了，那就意味着左右它的长度是不一致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去检查一下纵向裁剪的横向检查。横向提拉出来发片与头皮呈90度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清晰的看到呢，整体是一个圆弧形，并且它一定是一个均匀的圆弧形。这个圆弧形呢是跟随你头型的形状，纵向裁剪，横向检查。如果说一致，并且能跟旁边去连接上，那你这个时候剪的就非常好。我们接下来呢，把这个头发前后分开，直接去做齐长的技术。我不需要再去把它每一层加起来去裁剪，因为这个层次是非常高的，高层次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底线非常薄，所以我不必要去把它分层，然后把它略微向前低头，所有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的状态。看一下，我接下来底线定的长度呢是准备在这个底托的位置，但是实际上其实定多长呢都没问题，取决于你自己要的一个效果。再继续，也一样，准备跟随头型剪一条水平线啊。再继续，刚好剪到侧区耳朵最高的这个点，然后呢，前面多余的角剪掉。好，另一边相同，所有头发自然垂落向下梳理，长度定到底托的位置。好，继续剪这个齐长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体底线达到一个齐长的一个状态。那其实这个时候底线一定完，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，哎，好像变好看了不少，就有好像一些中短发的形状就会体现的比较明显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视觉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底线我到底是剪水平的、后短前长呢、前短后长呢，取决于你自己要的效果。然后剪完之后，
看一下，本来我们这个是高层次，底线剪完之后呢，中间看一下会有多余的角，到底要不要去呢？也一样的，如果不去，这个底线呢会比较厚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采用斜线去提拉，低角度去看一下，这个角我只需要去把它抹掉一点就好了啊。整体呢，让我们底线更加的轻柔。斜前划分，斜前划分的目的呢，发片略微向后带，不至于让耳朵的这个地方剪缺掉。这个角呢，我也没有去很多啊，整体提拉出来它还是一个圆弧状。那这个时候剪完，由拳头等长，然后变成了呢底部略微带一点点的堆积，但视觉效果会好很多。另一边一样的。啊，斜前划分，提拉出来，那多余的角呢剪掉。如果不剪，你喜欢底线厚重的也没有问题。再继续斜前划分，向后带。好，这样整体就完成。去看一下，后面呢是偏圆润的一个状态。刘海部分我不想单独的去要剪什么形状，我只需要把这个底线剪干净一点就好了。所以我分区呢。采用顶点到眼角的一个延长线，看一下，顶点到眼角的延长线，分出一个三角形，目的呢是让从头顶扩散到刘海面。看一下，所有头发呢找到头皮的零度，根据最短的把这个底线剪干净就好了。方形切口啊，方形切口落下来呢，它会中间短，两边长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，刘海呢前短后长，然后整体呢推力向后，然后呢让我们整体后面呢是偏圆润饱满的一个状态。挂耳后啊或者怎么样，那这个取决于你自己打理的一个方式。大家会发现，原本在一个不完整的一个底线上加入了一个齐长技术刘海去一个角，视觉上就会好很多。一样的，所有的形状都是从这个原理上面去慢慢去延伸的。包括我想把它整体，比如说我剪一个圆形堆积的层次，然后在顶上我加入圆形均等的一个层次，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呢？底线会厚重，表面会轻盈等等，所有的形状都来源于这些基础的一些原理。结构部分呢，我们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吹干，简单的去修饰一下。好，这个呢是我们吹完的一个状态，还没有去修饰。其实它也不需要怎么样的去修，像这个呢，跟之前的不一样，不需要去切线，我们整体把它发尾处理一下就好了。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形状整体这个形状现在看还是非常好看的，对吗？而我们只是在这个均等层次的基础之上呢，加入了一个齐长，还有一个刘海的一个去角，就会得到这样柔和的一个状态。后区呢，看一下它是整体偏稍微圆润一点点，但是不是特别饱满立体的那种，因为我们整体这个属于是高层次，拳头等长，剪完之后头型什么样，它剪完就什么样，没有刻意的去建立一些堆积等等。如果说我们刻意建立一些堆积呢，可能它的立体感会更加的强。实际操作看个人需求但是练习的时候还是要按标准去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处理一下整体的发尾。看一下，处理发尾呢，不需要做的太多，我们只需要在发尾2公分发尾2公分，剪刀平行入刀，让它整体呢柔和一点就好了。剪过的地方不要去动它。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手指呢圆弧状，手指呈圆弧状，你会发现整体的这个发片是被打开的，呈扇形。这样的话呢，剪出来会更加的均匀，同时呢，也方便我们去下刀手指打开。对于有长度的头发呢，我们都可以在发尾修饰的时候都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。继续发尾不需要做太多不要破坏它的切口形状。2公分剪完之后呢，它的切口面还是圆弧形，千万不要去破坏，不然呢，你的结构就白建立了。发尾柔和适当就好，不要贪刀。切记，剪刀一定要平行，发梢入刀，不要斜着，斜着呢会给它太多的一个切口。再继续提拉出来，手指展开成圆弧状，再继续发尾平行。
剪刀平行发尾，再继续。剪刀平行发尾，不要破坏它的切口。好，到两侧一样的，剪的时候呢是均等，那提拉角度呢也是跟随头型90度就好了。展开这个是非常的关键。底线部分呢不需要去做它，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去除层次，对于底线来讲它本来就很轻柔，不会特别的厚重。继续。均匀就好了，一定要均匀，不要深一刀浅一刀。其实，在整体发尾柔和，这个会不会练习你的控制力呢？其实也会的，会练习你在点剪的时候一个均匀程度。其实不要小看点剪，点剪我们在每一天去裁剪的时候都会用到，包括我们去剪男发呀什么的。但是呢，你要有一个精准的控制力，千万不要本来结构剪得还不错，点剪不均匀，导致最后呢。结果不理想。整体轻柔一些就可以了。鬓角呢，单独去做一下，因为鬓角比较头发多出来一点均匀就好，整体柔和。然后再在底线的这个部分呢，稍微的去柔和一下，到你想要的这个程度即可，不需要做的太薄继续。底线的部分稍微柔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其实从后续去看，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边发尾柔和完之后会更加的收紧一点，这边会更加的突出。这一侧相同的，继续手指展开，继续，一定要均匀。再继续。好。继续。做完之后呢，整体发尾会更加的服帖柔和。继续。表面不需要做太深了，因为表面本身就短，然后鬓角呢，我们单独的去处理一下，深一点，均匀就好了，整体会更加的均匀。刘海我们只需要点一点点就好了。像这种呢，其实你不修饰也没关系，看你想要它的一个形状跟整体感。整体剪完之后，明显呢会比不剪会轻柔很多虽然我们只是剪了简简单单的几刀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形状，修与不修看个人，但是对于控制方面，重点在你的结构。所以对于这种形状的练习呢，能更加的让你的身体产生记忆达到一个标准的程度。当你身体产生记忆有一个标准的程度的时候，你动作自然而然就会快起来，不用再担心我这个地方是否能减缺呀，我这个地方能不能找到引导呀等等，角度会精准的掌握，这样呢也会给到我们想要那个结果，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个便捷。好，然后今天呢均等层次呢就到这里，现在一个结果各位也看到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。